今天德媒报道，冯德莱恩和欧洲多国领导人陪同泽连斯基周一赴美，给他壮胆，与特朗普会晤，让人觉得很可笑。欧洲人的逻辑是人多势众，但人家特朗普会鸟你吗？欧洲人以为一窝蜂涌入美国就可以上桌了。看看明天这帮乌合之众到美国会闹出什么笑话，会被特朗普羞辱一顿吗？咱们拭目以待吧。现在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梅尔茨与冯德莱恩陪同泽连斯基赴美与特朗普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梅尔茨以及其他欧盟国家领导人将陪同泽连斯基访问美国，他们将于周一与美国总统举行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德国总理梅尔茨将与其他欧盟国家政府首脑共同陪同泽连斯基于周一前往美国与总统特朗普会晤。冯德莱恩本人在社交媒体 X 以及政府发言人科内利乌斯公布了这一消息。冯德莱恩表示，他还将于本周日与泽连斯基一起在布鲁塞尔参加议院联盟视频会议。此次与特朗普的会晤还将有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目前已确认参加的有法国总统马克龙、芬兰总统斯图布以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将陪同各国领导人赴美。观察人士认为，欧洲盟国与泽连斯基此次共同赴美与特朗普会晤，意在避免重蹈今年2月美乌总统会面的覆辙。当时特朗普及其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镜头前公开羞辱到访的泽连斯基，指责乌克兰对美国的援助不知感恩。政府发言人科内利乌斯表示，此次周一访问旨在与特朗普进行信息交流。此前特朗普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周一的会谈将主要涉及安全保障、领土问题以及持续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等议题。乌克兰与欧盟要求实际参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同行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后宣布，双方将讨论关于停止屠杀、结束战争的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了此次会面，并表示希望随后能安排泽连斯基与普京的会谈。欧盟及德国、法国和乌克兰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一再强调，乌克兰的公正和平必须让这个受侵略国家及其欧洲伙伴共同参与谈判，领土问题必须征得乌克兰人的同意才能决定。德国总理梅尔茨在特朗普与普京会晤前对此表示，对乌克兰不利谈判的担忧。在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视频会议前，乌克兰外长西比哈再次呼吁加大对俄罗斯政权的施压。此外，乌克兰急需获得安全保障，增强国防能力，以及一系列迫使俄罗斯停战的威慑措施。特朗普在阿拉斯加峰会上出人意料的热情接待了普京。会后，这位美国总统收回了此前要求在和平谈判前停火的主张，转而提出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好，报道就那么多，咱们接着看评论。第一条评论：太好了，真正的外交首先必须考虑到欧洲和乌克兰。继续往下，太好了，冯德莱恩之前在关税谈判中就表现出如此出色。德国之声点评：这其实是讽刺冯德莱恩在关税谈判中表现出特别软弱，首先就跪了。再往下，这可不是个好主意，冯德莱恩严重高估了自己，特朗普根本不会把他当回事儿。下一则，冯德莱恩在国际上并不具备默克尔曾经享有的声望，他软弱且不堪重负，缺乏执行力，更非代表强大欧洲的合适人选。毕竟，在极右势力猖獗的当下，我们根本谈不上强大，光有良好意愿远远不够，马克龙才是更合适的支撑。继续往下，这或许能防止特朗普再次口出恶言，不过也未必管用呢。再往下，在泽连斯基上次白宫访问闹出风波后，
此次联合行动堪称明智之举，既彰显团结立场，更传递明确信号：欧洲始终与乌克兰同在。好，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评论关注度很高，同意的人特别多。他们真的以为人多势众可以让特朗普屈服？欧洲人也太高看自己了。下一则，我认为欧洲方面没有让泽连斯基单独附会特朗普，这做法本身是明智的。继续往下，巫师陪泽连斯基去，这下乌克兰完蛋了。德国之士说明，巫师是冯德莱恩的蔑称。再往下，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想到泽连斯基可能再次受辱，又是在无人陪同、缺乏道义支持的情况下，这对全世界来说都糟糕得令人难以忍受。下一则，如今我们共同行动，至少能迈出关键第一步，防止特朗普和普京绕过我们，在暗箱操作中决定全球政治议题，而终极目标是必须让乌克兰加入欧洲。再往下，冯德莱恩不过是个典型的政客，仅此而已。与特朗普、普京和韦德尔不同，冯德莱恩至少没想废除民主制度。有句话必须反复强调，每个选择党选民在投票站给这个普京党画勾的瞬间，就同时成为了天真与犬儒的共犯，既背叛乌克兰，也背叛自由民主，敢于说真话。下一则，为什么总要如此敌视冯德莱恩？明明是乌克兰总统亲自邀请他一同前往华盛顿，这才是正确的安排。更何况冯德莱恩和其他欧洲政要今日还在布鲁塞尔因泽连斯基请求与他举行了预备会谈。再往下，论坛里很多人对泽连斯基带着冯德莱恩见特朗普冷嘲热讽，但这恰恰向特朗普释放信号，欧洲力挺乌克兰。欧盟各国必须加大对乌克兰支持力度，绝不能只依赖美国。若普京赢得战争，欧洲也将面临生存危机。下一则，很好，就该多派些人同行，以此表明我们力挺乌克兰的立场。祝诸位马到成功。特朗普与普京戏弄我们够久了，该收场了。继续往下，抛开对个人的种种议论，意愿联盟的集体亮相至少发出了明确信号，这总比乌克兰再次蒙受屈辱要好得多。在关税问题上，我也希望看到同样的局面。如果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瑞士、巴西等所有国家能以专业且坚定的态度共同应对特朗普，情况肯定会好得很多。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行动。下一则，想问那些无脑黑冯德莱恩的人，换着当前这个欧盟，你们觉得谁能比他做得更好？反正我很高兴他能同行。顺便说一句，我觉得丹麦的弗雷德里克森女士也很不错。继续往下，如今欧洲终于开始团结一致地应对普京和特朗普，这无疑是个好兆头。既然未来我们注定要为乌克兰的安全利益承担重责，那么确保特朗普不被普京玩弄于股掌之间，就是逻辑必然。而给予泽连斯基支持，本应是最基本的道义担当。再往下，这关乎展现团结精神。可悲的是，对于论坛里那些发表肤浅评论的人来说，团结似乎是个陌生词汇。下一则，很好，欧洲人总算能坐上谈判桌了。但诸位最好明白，这不仅关乎乌克兰，更攸关欧洲存亡。去谈判的人必须把这点挑明。再往下，暂且抛开党派政治不谈，这确实是正确而明智的一步。泽连斯基需要所有能得到的支持。祝诸位马到成功。
接着看看德国电视一台 X 账号上关于这条新闻的网民评论，与刚才德国时代报的网民一边倒挺乌克兰相比，现在的画风应该很不一样。怎么看第一条评论？欧盟与此何干？乌克兰不是号称主权独立吗？更何况俄罗斯40%的领土都属于欧洲。下一则，已经确定要把泽连斯基关进哪所监狱了吗？再往下，欧盟和英国人多年来本有机会争取和平，却反倒煽风点火，这帮人该感到羞耻，趁早收手吧。再往下，德国电视一台报道的标题为欧洲人为特朗普、泽连斯基会晤做准备。于是这位网民说，好一个标题党，细看之下不过是少数几个国家一小撮议员联盟还在试图拖延和平协议的达成。再往下，泽连斯基必须在领土问题上让步，乌克兰东部绝大多数人讲俄语，却长期遭受乌克兰政府歧视性对待。德国纳税人的钱不该资助乌克兰民族主义。下一则，不是欧洲人，而是欧盟，欧盟简直烂透了。再往下，梅尔茨总理肯定又要冲在最前面。自他上任以来，乌克兰就是最高优先级，毕竟战争财最好赚。至于德国本土的问题，他压根没兴趣。下一条评论，欧洲人早就没人把他们当回事了。欧盟这种历史垃圾就该和他的战争贩子北约媒体，比如纳粹余孽、德国电视一台的每日新闻一起扫进垃圾堆。再往下，怎么支援乌克兰？再搞个俄罗斯新制裁套餐吗？看看那3万多项对俄制裁的辉煌战绩吧。全世界都在支持俄罗斯，德国经济却直线下滑，欧盟领导层根本就是无能透顶。下一则，为什么欧盟只关心领土问题，却对饱受3年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人民无动于衷？下一则，帮泽连斯基买一套西服吧。下一则，特朗普很快就会教他们做人，这场闹剧可笑至极。继续往下，好像早就拟好破坏和平的计划似的，毕竟和平可不符合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啊。再往下，然而欧洲人终究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力。再往下，为什么非要先停火，好让泽连斯基能趁机往前线输送武器，最终让战争无法通过和平协议结束？下一则，所谓欧洲人根本没做准备，不过是自称欧盟的一小撮腐败战争贩子在张罗。这帮人一边筹备会晤，一边心知肚明，特朗普压根不在乎这群乌合之众的意见。继续往下，何必呢？这帮人根本没有发言权。特朗普早就把话挑明了，他跟普京谈妥了交易，现在就要强塞给欧盟这帮小丑们。继续往下，是这样吗？朋友们，这张图讽刺意味再明显不过了。好，咱们继续往下吧。这位网民转发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消息，最新消息，白宫已告知乌克兰代表团，泽连斯基必须穿正装，否则取消会晤。干得漂亮，白宫！这是正式会晤，与美国总统会晤是需要最高规格礼仪的庄重场合。朋友们当然不知道是否是假冒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账号，觉得应该是假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应该不会管别人着装的事吧？下一则，他们正在等着主子发号施令呢，不过是一群腐败的江湖骗子罢了。继续往下，欧洲人最好别插手，要实现和平需要高超外交智慧，对待敌人要像对待朋友般对话，
再往下，我们这群懦夫被懦弱无能的蠢材领导，在混合战争的威胁下瑟瑟发抖，眼巴巴等着那个白痴及其随从，而本拥有足够资源、创新力和实力领导世界的欧洲，如今只剩荒唐可笑。再往下，欧洲人有整整3年半时间开展外交，可他们中有谁去见过普京？非但不谈判，反倒搞出新制裁套餐，还把军火库底儿都刮干净了。下一则，有一次，某些人一边高喊乌克兰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口号，一边非要指手画脚。为什么不交给泽连斯基和他的政府决定？这到底是为了乌克兰，还是战争贩子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基辅那个乞丐，反正也蹦跶不了多久了，他那些贪污来的钱，迟早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吧，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大家一定也发现了，德国电视一台 X 平台上的网民评论一边倒的反对泽连斯基及欧盟这些国家的政府陪着泽连斯基去美国，而德国时代报的网民评论正好相反。我个人认为 X 平台上的网民评论更具代表性。